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8季第22集。路遇堵车，辛巴打开了跑路 App， 这软件确实不错，给他规划了一条新路线。然而接下来的指令就不太靠谱了，他指示辛巴拐进了垃圾巷，结果遇到了狗子和老吉尔正靠边翻垃圾桶。更要命的是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刹车失灵了，想要通过这逼仄的小巷，就必须撞到其中一个，撞人还是撞狗，成为了辛巴此刻的难题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他选择了撞向老吉尔。对于这场事故，保险公司的观点是，如果吉尔诉诸法庭，就能拿走辛巴的所有财产。看样子只能寄希望于吉尔不要上诉了。为博同情，辛巴立刻让孩子们摆出悲伤的姿态。全家人去看望老吉尔的时候，他正一脸兴奋地坐在床上，看他这副样子，应该没有大事化小的打算。果不其然，他现在已经将辛巴当做了自己的彩票，就等着他的赔偿改变这窝囊的人生。一想到生活充满希望，他就兴奋的手舞足蹈。我们法庭见。对于这场必胜的官司，吉尔是前所未有的轻松，毕竟他身上的伤可没有造假，才脱离生命危险也是事实。更何况他还有悲惨的遭遇，简直狠狠抓住了人们的同情心。孩子们已经开始问辛妈，爸爸是不是要坐牢了？辛妈表示倒也没那么严重，只是会拿走所有财产罢了。听到这话，兄妹俩已经能够想象之后的生活了。金小妹觉得自己会被送到别的家庭，在那里她穿着华美的裙子，被彬彬有礼的绅士接待。辛普森小姐，从现在起你要和我们住在一起。还有阿道夫萨克斯亲自教导她学习音乐，而小新想的是以后可以随心所欲，比如他可以将自己的肾1000块钱卖掉。想到这里，兄妹俩露出了享受的神色。此时进行到了原告律师和辛巴当庭对质，你故意开车撞我的摇钱树，还想怎么狡辩？辛巴也很委屈，说自己没有办法，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撞到一条狗。听到此处，场上的舆论立刻倒向了辛巴。狗，他救了一只狗，他要救一只狗。辛巴的律师表示，人人都爱狗，就是他们的制胜法宝，他是对的。当人们听到小新和狗子的故事，以及小新那句现在我们都很爱这只狗，那只狗也把我们能拥有的爱都回报给了我们，简直是暖化了一众陪审员的心。看到一群人尽数倒戈，原告律师有些愤怒，女士们先生们，我的当事人是和你我一样活生生的人，当然比那些在大街上摇头摆尾的畜生重要的多。没想到人们想到街上的狗狗，反而更加怜爱了。老吉尔气急败坏，太荒谬了，我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什么愚蠢的畜生。他这话刚一出口，就遭到了人们的反对。你在说谁愚蠢？那些秀出炸弹的狗狗吗？那些救人的狗狗吗？还是这一只？骨头男说着就把平板展示给了众人。只见一只可爱的小狗狗正在被抓着弹钢琴，就连法官也站在狗狗这边，还搬出了圣经的话，狗狗的忠诚比人类所有的法律都要神圣。在这多方支持之下，辛巴被宣判无罪，抱着狗子那是又亲又抱。人们对辛巴也是前所未有的尊重，直接将这位爱狗人士当作英雄扛在肩上。而对于老吉尔这个真正的受害者，却不管不顾地踩在脚下，反复鞭尸。关于狗比人重要这件事，在新闻媒体看来是非常荒谬的。接下来要怎么样？给猫发信用卡吗？不过他们的观点并不重要，因为连教堂的课题都成了狗狗是我们坚实的壁垒。辛巴现在也成了春田镇的红人，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美国第一狗爸。对于他的赞誉那叫一个疯狂。现在镇民们对狗的热爱甚至影响到了市长选举，市长为了迎合他们赢得连任，决心将春田镇打造成世界爱狗之都。他这一步棋确实下得不错。当人们听到春田现在是美国最爱狗的城市，都兴奋地欢呼雀跃。很快，春田镇的大街小巷都是奔跑的狗子，这里成了货真价实的狗狗天堂。他们甚至抽起了香烟，坐上了赌桌，而且现在可以随意偷吃餐馆的食物。警察若是看到有人对狗不利，也会立即逮捕。就连理发店里也都是狗狗们在做头发。辛妈看着机器给自己烫了个狗头，瞬间气就不打一处。这天，警察们又逮捕了一个人，这人是兽医，为了救马的命而让洗牙的狗狗等待，而且还在他的诊所里发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狗狗。警长那是痛心疾首，你竟然这样对待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得知是这个原因，兽医满脸悲切，你怎么就不理解呢？狗狗天生追随并服从人类，一旦他们意识到人类不再是主人，几千年的驯化就付之东流了，他们会恢复野性。然而现在的警长又怎么能听得进去？兽医还是被他们关了起来。家里的狗子现在也是越来越野，小新发现他竟然一晚上都没回家，这也是必然的吧，毕竟如今外面可是狗狗天堂。这时夫妻俩发现他从送信门钻了进来，辛巴使坏的用猫爪将这家伙拖了进来。瞧，
瞧，猫咪拽了个什么东西进来。没过多久，这座小镇就被狗狗们占领了。它们现在越来越放肆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某天，眼镜妈发现自家的狗子在挖种的花，就想让丈夫去阻止这小家伙。没想到洒水的举动激怒了狗子，还露出獠牙，愤怒地抖动着身体。看他这样，街上的其他狗子仿佛接到了命令，肆无忌惮地开始破坏小镇的各个地方。这天，辛巴像往常一样喝完酒准备回家，却发现自己的车钥匙启动不了车子了，于是就决定步行回家。没走几步，他注意到身后跟了一群狗子，前段时间才靠他们帮自己胜诉。辛巴并没有将这群生物当成危险分子，而是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四足朋友。然而当看到围绕身边的还有3匹狼时，这货慌了，举起其中一只狗就想威慑一下狗群，不料人家冲他的手臂就是一口。等到他跑回家的时候，衣服已经是破烂不堪了。辛巴见丈夫一身狼狈，就问出什么事儿了。辛巴说，狗狗都疯了，他们占领了全镇。一听这话，家里的狗子也疯了，狗粮也不吃了，直接冲出了家门。即使是这样，辛巴也还是坚信小助手是条忠诚的狗，直到爸爸他在撕扯你车座，气得辛巴那是怒吃小助手的狗粮泄愤。你还别说，这味道还真不错。现在连学校也被狗子占领了，学生们也已经不敢再来上学了。校长他们本来是派了威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，谁知这家伙如今赤身裸体爬在地上行走，觉得发现了最真实的自我。人们终于不得不承认兽医的话是对的。镇民大会上，老谋子强烈谴责狗子，这些狗他们趾高气扬的游走，毫不在意地球上的其他生物，这可是人类才能做到的事。废除保护狗的法律如今是民心所向，市长也顺应民心废除了这条法律，这很好。然而可惜没人将这件事告诉狗。兽医说，他们因为已经向领头狗缴械投降了，所以直到夺回人类主导权之前，都得对狗们俯首称臣，除非有谁能够勇敢站出来对付狗群。就在人们窃窃私语之时，老吉尔站了出来。我想这就得靠吉尔了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向人们展示自己并不是镇上的败类，而是人民的英雄。不过他的这份勇敢并没有带动其他的人，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完成这伟大的壮举。还是他曾经的敌人辛巴表示应该支持老吉尔进行自我赎罪，虽然他本身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此话出口，人们开始呼喊老吉尔的名字，尽管依旧无人同行，但这份支持还是传达了出来。没人注意到他们的会议已经被狗子监听了。此时在家里，小助手又没有回家，小金就想叫妹妹一起把他找回来，有爷爷拦着显然不行，于是他将温度调高了一点。果不其然，老辛普森立刻睡着了。金小妹见状也就答应一起去，不过以防万一，他们还找到了猫女同行，就由她和那些猫咪帮他们吓退疯狗。然而街上一只狗都没有，更别说小助手了。这时猫女注意到了春田狗狗公园，看样子他们大概率就在此处了。猫女并没有跟随他们前去，往后的路就只能2个小朋友独自面对了。会议迟迟不结束，辛妈就打了个电话回家，这一问爷爷吓得不轻，2个孩子已经不见了。兄妹俩蹑手蹑脚地走进公园里，一边呼喊一边寻找着自家狗子。小金还拿出狗狗玩具引小助手出现，怎料来的不是小助手，而是一群别的狗子。更不幸的是，他们还撞上了领头狗。当这只狗来到兄妹俩面前，小新才发现是老相识，这是眼镜仔1周没尿床奖励的礼物。不过他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，带着狗手下将他们逼到了树上。兄妹俩看着不断往上跳的狗子，吓得瑟瑟发抖。在这紧要关头，辛妈出现了，她赶退了这群威胁孩子们的狗。领头那只看他这么有气势，凶狠地叫了起来。或许在别人看来这非常凶猛，但辛妈可不会害怕，上去就是一脚给他踹飞了。末了还补了一句对不起。领头狗被打败了，其他狗子全都乖乖趴在了地上。现在辛妈成了新的领头狗，她对这个新身份并不排斥，因为她本身就喜欢狗狗，觉得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希望在人身上看见的品质，终身的友谊，不变的忠心。狗狗是变得乖巧了，可苦了老吉尔，这家伙还等着靠着一功勋成为人民英雄呢。接着辛妈就将狗狗们挨家挨户还了回去，他们现在又成为了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当然小助手也回到了兄妹俩的身边。可喜可贺的是，倒霉的老吉尔也得到了一只，就是曾经的那只领头狗。不过这狗子似乎并没有表面那样乖巧，因为它还在品尝着老吉尔什么时候会死。
在这宠物盛行的今天，动物和人谁更重要，似乎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。但其实这两者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比性，它们的身上都背负着这各自所要履行的职能。我们人类为宠物提供栖身之所，照顾它们是作为主人应该肩负的责任，而它们尽量收敛野性，陪伴人类，或许也算是宠物们该履行的职责。人类与动物本就是互相给予、互相陪伴、互相成就的过程，无论是人类虐待动物，还是动物压迫人类，都是不可取的。学会与宠物和谐共处，才是真正的爱狗爱猫人士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